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课程呢是如何善用 AI 工具来制作备审资料。哇，这一题呢刚好啊紧扣着我们的这一个升大学小精灵哈，大家呢也可以来善用一下。那当然呢，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样子的工具可以让大家呢在准备你的这个备审资料的时候呢，可以更加的方便？在今天课程当中都会好好的来为大家做讲解。那在明天呢，同一时间呢，我们会有 NOPQ 全攻略，从制作到上传都教你大家就会教大家呢怎么样来好好的制作啊！相信大家呢应该呢也会觉得是一堂非常非常实用的课程。好，那现在呢，废话不多说了，马上呢就要把我们的时间呢交给坤平老师。今天坤平老师的主题就是如何善用这个 AI 工具来制作备审资料。嗨，谢谢雨杰。Hello，大家好，大家晚安。大家有听到我声音吗？有的话，给我一个表情符号之类的，好了。好，谢谢。好的，好，那大家晚安哈。那好，声音还是有点沙哑，但是因为今天非常多实作啦，所以就是这个，我想重点也不是我的声音有多好听，哈哈，所以这个我就请大家边讲，你边帮我做一些这个预备工作。好，一样我先调查一下现场的这个组成，好不好？就是你是学生的话，你是几年级就打几年级，高中高职没关系哦，学生就打1、2、3，然后老师打4，家长打5，哦，老师打4，家长打5。好，你帮我那个一下 ，OK。哦哟，好多家长啊，好些家长啊。好，然后也有老师。好 ，OK， 好 ，OK， 好的。好，来，今天呢，我要这个，好，今天我要演讲的方式就是我要稍微跳脱一下，我要播简报啦之类的。好，我想请大家谢谢大家回复，超棒的，我就喜欢这种高度回复，因为大家现在怎么讲呢？就是大概现在会来听这个讲座，都进入那个备审资料了嘛，对不对？那好，那我要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今天晚上等一等，你还有要做学习历程档案的人，你等等还有要继续做学习历程档案，就是高三下的。好，那如果你是的话，你就打6。那如果你已经要准备开始做备审，你已经不再做高3学历程档案，就打7。等等还要做学习历程的打6，就不做的就打7。还有好一些还有一些在赶呢。好 ，OK， 好，那我这个我就好知道了。好，那等等会有一些的怎么讲呢？等等会有一些的这个就是我算卡关干什么东西？好，等等会有一些会有一段是学习历程档案的这个教导啦哈，所以这个大家就如果你已经要先做的话呢，就是你已经要先做NOPQ 的话，你就稍微忍耐一下。但是呢，其实也是相关的，因为基本上我们 NOPQ 它的关键点就在哪里？NOPQ 的关键点就在于它的叫什么东西啊？就在于它的这个拼图嘛，就是高中的3年的学习历程档案，如果它做越好的话，你 NOPQ 就越好做嘛。好，所以如果但无论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不太一样哦，就是说每一个人其实就算你已经上传了好了，因为我其实有的学校是上礼拜就截止了嘛，那就算你上礼拜已经上传了，那你觉得这个成果，或是你用勾选的，你勾了高1、2的东西，你觉得成果还不够好，那可不可以在 NOPQ 里面去再提一次，再优化，甚至是你之前没有传的，你可不可以在 NOPQ 里面再提呢？可以，好不好？所以你也可以直接把它放进去。好，所以基本上呢，你就可以把它去
去做一个重新的安排，就算以前没有勾到内容，还是可以写哦。哦，所以你不要被以前勾的东西给绑住。那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根据，就算你是用无论你是用 PDF 或者是你是用那个，你是用那叫什么，就是勾选的，你都应该是成果不会差太多。哦，这样子，所以给大家一个比较安心这样。好，来，再来，我来分享一下，我还是分享一下我的画面，因为今天有一些工具。今天有一些工具要给大家，好，但是在开工具之前呢，我先讲一下几个东西。第一件事都是这2天，昨天跟今天同学问我的，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可能大家还有一些困惑的地方。好，首先是我们在写学习历程档案的时候，你第一个会去写那个你会去写那个反思嘛，对不对？好，可是整份学习历程档案它的架构是什么呢？它的架构应该是，有看到我的简报吗？有看到简报，好，反思是一段独立文字，好，OK。整段学习历程，那个学习历程档案的它的架构应该是你的封面，它就包含什么？就是封面的那个该标题的标题嘛，你的个人资讯等等。然后呢，有一个简述嘛，好，第一页有一个简述哦，就是让人不用翻开第2页，他就已经可以知道这里面内容到底是什么东西，好不好？好，所以基本上好，这是第一个哦。第二个是什么呢？它翻过去之后，你有目录就放目录没关系，那没有也没关系，你目录也可以放第1页 OK 的。那你可以详细，你可以回去看，就是上次之前我们的那个有一门课叫做如何重置高中3年的学习历程档，你可以去看那一个那边有一份这个示范，就是蛮好的。好，你目录结束之后呢，你就会有一段反思。好，请注意，反思是一段独立的文字。我们不能够假设教授先看了我可能10页的课堂报告，或者是我的学习单之后，他要先吸收这所有的东西，然后他记起来之后再看反思，对不对？所以我反思是一段独立文字，前面的这些资讯简述等等结束之后呢，反思，然后再来后面是什么？后面是你的佐证资料，佐证资料意思就是你的课堂简报，或是你抓出一些的关键的照片，OK，来把它怎么讲？就是来佐证，让教授看完反思之后，你可以回去看这课堂简报的细节，或是你做了什么，或是你有很多的照片，或是你有一些的奖状等等。好，所以这个是3段哦。第一个是封面结束，第2段反思，然后再来是你的课堂简报或课程学习单资料等等。好，所以反思这边这一段，你就要去描述你可能说无论是用文字或是图表去谈你的实验的对不起，你的这个学习经验的部分，无论是内容是什么，好，所以光看反思，我就要能够理解你在这里面做了什么事情，或者是然后以及你学到什么，你觉得有哪一些地方可以更好。好，我举例而言，昨天我改到一份学习历程档案，它是读了一个叫什么东西啊？大稻埕相关的文学，大家知道大稻埕还是港口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个文学作品这样。好，然后呢，他去延伸这一份阅读，他去读了他去看了高雄的駁二特区有一些旧仓库，对不对？好，那这个但是呢，他整份学习历程档案，他只写了关于駁二特区。就是我们去看了旧仓库啦，然后说我真的体会了，就是当时那个以前通商的时候，怎么样，然后我真的是激起了一些反思啊，我觉得台湾的文学真的很怎么样。好，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有点危险。好，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是没头没尾的。好，哪里没头没尾？因为你的标题是写什么？你的标题是写说我是承接大稻埕的文学，然后我去看了博尔特区，
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应该要我在反思，我光在反思那一段，因为他后面的那个报告很长，那我们不可能预期教授全部把它细看完，甚至看懂，对不对？而且有时候我们的报告又是课堂上台报告，我们没有很细节的文字叙述，所以你的反思要把它写清楚。好，这是第一个。好，来听懂的帮我按个赞。好，听不懂的，你没有听懂的，你直接打问题。好，我的都是这样，大家随时就是随时举手。好，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昨天也改到一个叫做他做那个叫什么感应式路灯。好，我对不起，我不是自然组的，我是社会组的，所以他是做一个光感系统。就是大家知道我们的路灯，就是你太阳下山没有光了哈，它就会亮起来，对不对？它做这个光感系统。好，那在这个光感系统里面呢，它的反思就也写了还 OK。好，反思写了什么呢？反思写的就是我做这个东西，可能我要焊接，我要接什么电路板之类的。那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点。我就觉得很有兴趣啦，然后我启发了我对于什么叫什么，对于那个对于这个电路之类的这个兴趣。好，这一份有什么问题？基本上他这样写我可以理解，可是同学你一定要去留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你的反思不是都只有软实力。不是都只有软实力或是软的感想，不然那看起来就很水，对不对？好，你的反思应该要包含什么？第一个，如果是一个实验的话，它是不是会有实验数据？你做一个实验，你做一个探究与实作，最重要，你第一个要讨论的一定是硬实力。什么叫硬实力？如果是你的那叫什么像刚刚这个光的这个叫什么光的这个感测模仿这个路灯，你就要先探讨一下这个光的部分，光电相关的东西，感应相关的东西，你用什么材料，你做怎么样，你的实验数据怎么样，你要探讨一下 ，OK。然后第二个是什么？所以他就需要什么？他需要去思考那这个他从哪里切入？从数据切入，你从结果切入。OK，我做这件事情，我的数据长这样。OK，他就他就做了一个图，然后就有一个测量那个对光的感应，然后最后 anyway， 他反正我等会会讲，就是他就有一个中型曲线 ，OK， 一个高斯曲线这样。好，那为什么长这样？OK， 你需要先讨论这个东西，然后呢再讨论你做这件事情你的做法、学习法。OK，那你的感觉可以放在最后，因为感觉就相对起来没有那么就是专业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一段前面你就要描述你的实验怎么做了，我们不能到后面的这些内容，我们才去就是让教授自己去发现我的实验怎么做。好，那前面是文字嘛，你可以抓后面截一些后面的图片来去补足它。好，所以反思是一段独立文字，意思是我今天其他东西都不看，我只看这段反思，我也要可以看得懂，我也知道你做了什么，我也知道你学到什么，我也知道你哪里可以更好，我也知道你自己的成长或是感想是什么。OK， 好好，再问一次，来听懂的给个赞，听懂的给个赞。反思是独立文字独立的文字。好，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这是非常重要。OK， 好，那这样非常好。好，这是第一个。好，来第二个，我要叮你的，因为等等就一堆操作，我要叮你的东西，我先放在前面。我刚刚开始之前收到一个问题，好，应该会很多人有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同学，他们是做一个小组做一个实验，好，也是自然科学的。好，那所以如果你社会组概念也是一样，差不多，好不好？那在反思跟摘要，好，反正好，我等等回答这个。好，这个他问这个同学密我，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呢，他问我说，大学教授会不会彼此交流学习历程档案？因为他们做了同一个作品，同一份报告。然后呢，他们
申请不同系，一个是光电，一个是资工之类的，他怕教授看到这2份有一样，如果教授会交流，看到这2份报告长得一样的话，那就会有问题，他怕会扣分。好，各位，你觉得这个问题本身问题在哪里？你觉得这个问题本身问题在哪里？好，你想一下哦。各位，这个问题本身的问题在于，第一个，教授，有一位讲说报告都一样，很棒哦。第一个教授不会去交流，资工系的是资工系的，那光电的是光电的，对不对？好，可是他之所以会问出这个问题，因为他没有搞清楚一件事情，叫做报告跟学档是2件事情，课堂报告不等于学档。报告就是把那个实验做好，你把那个实验报好就好。学档的关键在我自己身上，对不对？我自己就是我的成长是什么，我学到什么，所以这2个人是不可能一样的。即便他做同一件事情，内容是不可能一样。所以我这边就回答宏伟的问题：摘要是摘什么？摘要就是摘这个报告内容。然后第一个，我们做了这个背景，我们做这个实验，因为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好，然后我的做法用器材1、2、3，我的做法用这个产出成果这样。好，然后所以呢，我们的未来展望是什么。好，可是呢，这2个同学，所以他们如果是小组一起做这个实验，那一定是一样的同一个结果嘛，对不对？可是我问你哦，对反思来说一定是不一样啊，因为会不会有人是这个一个组长，然后另外一个是他是负责想做控流程 PM 控时间，另外一个是手很巧负责动手做，那这2个人内容就完全不会一样。好，懂我意思吗？所以反思是个人化的，摘要就是你就摘那个活动。好，懂我意思吗？好 ，OK， 好，希望有回答到宏伟的问题。然后呢，做出来的东西已经最精简，会不会还是太长？好，中盛的内容我不太明白，就是我不确定你的问题中，你可以把它打细一点。OK，我就看到就会回答你。好，来，好，所以呢，我就讲这2个，反思是独立的文字，好记起来。然后那个第2个是什么？第2个是报告跟反思是不一样的东西。哈，如果你等等要赶的话，好记得分开。好，来，那我接下来就开始讲 AI。好，来，请大家扫这个 QR code， 请大家扫这个 QR code。然后呢，你手边顺便预备一下你自己的那个，对不起，手边顺便预备一下你自己的那个叫什么东西，你自己的学习历程档案，然后打开 ChatGPT，今天都会用到。好，我也把这个今天最主要的 prompt 贴在这里面。好，我知道大家有人之前上过我的课，好，但是呢，我一直都会去更新，我一直都会去更新它。好，来。好，所以呢，好，我接下来就要来操作咯。好，我要把我的这个撤掉了。来，首先呢，我们要来弄学习历程档案的部分，要来弄学习历程档案。好，学习历程档案的重点是啥？就是反思。好，学档的重点就是反思。好，我要分享整个荧幕画面。来，有看到我的整个荧幕画面吗？OK，有看到我整个荧幕画面吗？好，应该一边是那个，一边是算了，不要这样分享好了，太乱了。好，有吗？对不对？好，好来，你看到的应该大家点进去，你看到的应该是这个东西。你在最上面是自主学计划啦，好，那但是你先不管它，在这里面呢，好，最重要，因为我等等就连续操作，所以呢，大家可以你等等可以把荧幕切一半，然后呢就跟着去操作，没有问题。好，那这个我就先把这个思维讲完，思维讲完之后操作就很快。好，那第一个你等等要复制就是黄底
黄底黑粗体的这个，来 Step 1 Step 2不要复制，哦，这个不要复制。然后呢，这边你要把它改成你自己的部分，改成你自己的状况。这些内容都是我先打的，OK， 好不好？然后呢，来第一个我们用四 F 反思法。四 F 反思法是结构最简单、最清楚哦，所以你很快就可以知道，它就像一篇文章哦，它就像一篇文章哦。然后我们要就是一篇文章，好、我们要的可能不一定是列点的，好、那但是你做学历程档案的时候，这关键就在这边。好，所以第一段我们的 focus 是在什么？就是内容的重点。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加入个人特色。你印象深刻的地方，然后呢，你有困难的地方，你有没有未来想更深入学习的地方 ？OK， 个人特色。然后呢，第三是什么？第三是个人能力。个人能力这边是什么呢？这边是我要回答他，好不好？然后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是把它转成很直接的一个总分种的架构。好，总分种大家有听过吗？总分种大家有听过吗？好，来，没关系，我直接讲这个。第一个，你的提问是什么？提问是什么？好，来，你的提问，你的一个经验做出来，例如说我们刚刚讲做这个路灯好了，感光路灯。好，可是为什么我教授要看你的感光路灯？我读的为什么要有兴趣？我不一定要有兴趣。来，各位，一个思维是这样，只要你有上传的档案，教授就必须看。好，来注意哦，只要你有上传的档案，教授一定要看，这个是系统的规定，而且他打开一定会看20秒。好，所以呢，你不用假设这个系上要的是，例如说B C D 好了，可是如果你刚好没有 D， 你刚好传了一个 E B C E 这样，好，你的 E 教授也一定要看。OK， 那但是呢，他看是一回事，点开是一回事，不一定有兴趣，对不对？例如说，我看很多学历程档，我就觉得我看到很多有一个是叫什么，叫做写信马拉松，好，大家有参加过写信马拉松吗？那国际人权什么特色组织之类，然后呢，他就这个就怎么样，就是写信给一些受迫害的人，然后我就想说，那每个人都一样啊，每个人都参加写信马拉松啊，大家都很可怜这样，所以我就没有什么兴趣嘛。好来，所以呢，你前面内容写完之后，我们用反向的部分提问去做一个论述，去激发别人的兴趣。哎，你曾经写信给你曾经寄信到最远多远的地方 ？OK， 我曾经寄信到伊斯兰世界。OK， 这个就可能有点兴趣，对不对？老师给的云端跟老师现在内容不太一样，一样啊？怎么会不一样？不一样吗？大家难道是不一样的吗？嗯，有这个问题吗？对，我往下滑，就是对，谢谢。好，上面是自主学习计划哦，第二段开始才是学习历程档案，好，这个方，好，有吗？就是往下滑。对哦，对不起，因为我这个连续我不知道是第几页，往下滑，最上面一段是学习历程，是自主学习计划，下面才是学习历程档案。好来，所以呢，回到总分种，你的这个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让他有兴趣，对不对？然后呢，第二段谈什么呢？第二段谈很重要，有兴趣不是重点，你里面要谈就是知识点、技术点到底是什么东西。再来，你用什么学习法？例如说你是做实验，好，那实验怎么样 ？OK， 好，那你怎么做？你们做得更好？再来，有没有体现出你的态度？例如说突破困难，做了什么？我多打一个。突破哪些困难？好，大家都能用这一版。好来，然后呢，第三段就是什么？就是未来。好，然后呢，好，所以呢，来，我们先这个，我们先试做一下。好，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如果你有一份要转换，然后呢，你完全还不知道如何转换，你不知道怎么样弄的话，好来，我们就用这个，来，这个，好，有看到吗？好来。好，我现场征求一个学习经验，你要上什么系？然后呢，你要
你要就是你要写的那份学历程档案主题是什么？来现场征求一个。好，来开麦直接讲。我等等会把我做的这一串的那个怎么讲？这一串的内容分享给你，你 IG me 我就分享给你。老师好来，你好吗？是好来，请说。我想请问，如果我们想申请的是师范大学的教育系学分班，师大教育系。对，然后好，我们孩子是做了一份，他呃，因为他可能之前就是还不知道说自己的兴趣在哪里，然后不过他因为他这次的分数大概就是填到这个系这样子，然后他是就是有做一些就是他是做了一个报告叫做生理假啦。生理假的那个，就是探讨生理假在就是学校实施的情况这样子。OK，然后他好，实际上也有去访问，然后去做了一些图表这样子。那他是觉得，因为教育区现在就是学分班，它是不分系的嘛，就是没有在特地说什么心理教育或者什么健康教育或者是什么特殊教育，所以他就是因为好像这个有一点点相关，就是说跟那个生理跟心理健康教育有关，所以想说不知道在这个方面有可以琢磨的地方，这样子。没问题。谢谢，OK，好，谢谢老师。谢谢。好来，生理假在高中的实施状况。哎，对，是。OK，好，好来好概念就是这样嘛。好来，我们就跑。我改了内容，改了科系，好不好？那所以呢，好的，谢来，谢。我们往下，好，没关系，谢谢你的分享，好，太棒了，好，等等没有 IG 或是 FB，我就把这一串，因为那个 ChatGPT 可以分享对话嘛，我就分享给你。好，谢谢。来这边，好，他就开始谈咯。在这个班级的这个经营当中呢，我观察到这个生理假制度，明定这样，OK。可是呢，实际上有很多落差，例如说不敢讲啦，等等等等等。好来，那所以呢，这个但是呢，我因为他是要上教育系嘛，对不对？所以对，我是是。开始反思，因为他就写反思教师的角色啦，然后所以呢，假设我要上这个，我就是一个准教育工作者，然后等等等，教育不止知识传递，然后我还要关怀他等等的，对不对？好，所以呢，是。在这个里面出来之后，我就会希望就是说，那我要再更有个人特色一点。因为我不确定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东西，对不对？好，所以呢，是。我就给它贴上去。这是 step two，你就复制贴上。好，来，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地方？好，时间关系，我就先用掰的。好。我先用掰的，然后但是同一个概念就是孩子拿回去用就好。好，各位同学拿好。回去用就好。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那个这个例如说，居然有这么多同学不敢请生理假，或他们忍着痛硬来学校，因为怕错过课程。好，假设这样，好来，我曾经遇到困难或失败的地方是有不成熟的男同学一直嘲笑我们。好，假设这样哈，我对男生没有意见，我自己也是男生，好，但是我只是那是。随便掰的，好，因为我就遇过这种，我们在上那个什么卫生棉的相关的东西，然后那下面人一直笑，很烦啊，好，所以希望好他们可以承受一点。好，来，我想更深入学习的地方是，OK，好，例如说，教育者如何帮助学生，如何帮助学生能认识制度，并利用制度。好，这样子一写下去的时候，把它缩小一点。好，好，它前面就会有一些宝宝啊之类的东西，不要管它。好，
OK，好，你看他的那个什么，他的不是因为没有需要，而是怕被老师觉得在装病啊，怕落后，我不知道可以请啊，然后你看这样子跟第一版就已经有非常大的区别了哦，对不对？就是他已经是开始有一些个人化的东西，对不对？好，为了让自己更理解制度跟实务落差，点，我希望探讨怎么样，OK， 好。这个可能就非常就渐渐跟怎么讲，就是跟这个师大教育系本身就已经有相关了。好，所以呢，如果还希望更心理或生理一点的话呢，那你就跟他说，跟 AI 说这样就好。好来，那但是呢，我们希望在学习历程档案里面呢，其实更重要的是，除了这个本身之外呢，我希望它加入一些东西是凸显我的个人能力的，凸显我个人能力的。好来，那是给大家3到5点。好来，我因为时间关系，我请他用3点，好，我边讲，大家就可以边操作，没问题，你可以边听。好，接下来呢，他会问问题，他去问问题，他要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回答出一些更具体的内容。好，例如说好时间点，例如说我具体上做了什么东西。第3个，我进步最多的地方是什么？好来，因为我们发现非常多，为什么设计这个 prompt？因为我发现非常多的同学，我们就会讲一些什么我学到了很多这种东西，就是我学到很多，就是没有，就是不知道学到什么好，所以我们要很具体好，所以好这边我就先瞎掰，好那个哪一个时间点好，例如说我在高3上压力最大的时候 ，OK。我自己身体开始不舒服然后呢，所以那生理期有点不稳定，当时开始关心。好，各位你如果他问的问题你不知道，你就怎么办？你就写不知道。好来，例如说这个请不要瞎掰 ，OK， 不知道就写不知道。因为学习历程档案就是要真实。好，你做过哪一些明确的实作呢？用过哪一些技能？好，我做了一个问卷，我做了一个线上问卷。那透过每一班的班长 ，OK， 好，我有很多班长好朋友。发给了班上的女生，最后收到了不同年级共93份回复。好，各位明确的尝试或实作等等我做个线上问卷。好来，我们看他可以回答到什么时候？你看他说不知道也没关系，对不对？好，你看他就开始跟我们对话。有可能我们一开始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没有关系，可是借着他跟我们对话就干嘛？我们就渐渐就知道了嘛，对不对？好，那好，那他说同不同意？好，我先假设同意。好。好，时间关系，孩子在用的时候可以更细节，没关系。好来，所以呢，你看他出来的东西是什么？你看呢，刚刚上学期我自己面对挑战啦 ，OK， 生理假制度，怎么样？好，我不敢请假啦，好，所以我就做了一个那叫什么？我就做了一个叫什么？这个问卷，然后呢，对不对？点。好，透过这次经验，我发现自己的观察能力怎么样。OK， 好，所以呢，所以你看哦，他在这边其实就开始有一些能力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各位，你在做这个，你在做学历程档案的时候，其实做到 Step 3，你已经可以有一些很具体的东西了，特别在探究与实作。好，各位，但是你如果是这种通篇文字的东西，
好，我们的这个案例先到这边，我们给这位妈妈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她提供。谢谢老师，谢谢您，非常感谢，谢谢大家。不客气。好来，来大家，你觉得现在这一份的文字内容，你觉得它的问题在哪里？如果有一个问题，各位你觉得会是什么？来，请打字。若文字太长，有一点假，对不对？字太多或是冗长。好，我讲坦白，就是第一个 AI 它做的那个什么，它做的这个写出来的文章都偏难，对不对？好，这是好来。可是呢，要怎么接下来一个秘技没有在那个上面。好来，有听讲座的才有，好不好？来。你要怎么让它像你的个人的程度，或是你个人的语气？好啊，教你一个秘技，请去找你写过最长的文章，当然不要是随便写的那种文，就是你要写长的萃文什么也都可以，只要是长的认真写的文章 ，OK， 你的作文等等也 OK， 只要是你自己写出来就好。好来，我在 FB 上面找了我自己的一篇文章，是我之前写的一个关于就是学习历程档案相关的文章。好来，这个来你要做什么呢？你要做的事情是把一些杂七杂八的 hashtag 把它删掉。好，然后呢，你要贴上来哦，贴上来哦。好来注意哦，你要怎么做哦？这种太多的那个空格把它删掉。好来。我把它贴上去之后，对不对？好来，我把它隔开，请根据上面这篇是我之前写的文章，请根据本文的文笔、用字遣词、习惯，钱不是这个钱用字遣词习惯和学识程度来改写我的我刚刚的学习历程反思。好，学识程度好，一般高三生。好来，各位，你看我的这个每堂教学档就能开始训多元入学啊，参加活动都要钱，没人怎么办 ？OK， 点，好来，你看哦，这是我的文风，对不对？跟 AI 显然不太一样。好来，你看哦，你看他说太赞了，你的文章超有温度，超接地气，叭叭叭之类的。好，那你看。前面他的文字是什么 ？OK， 在班上学面对升学和生的双重挑战，我开始注意到爸爸实际运作状况。好来，可是你看他第一句是什么 ？OK， 我会开始关心生理假制度，是因为那时候高三压力很大呢，我蛮不舒服，我不敢请假，我不想只是想一想就算了。各位，你看是不是？至少他的风格就贴近我了，对不对？然后其他你要写字太多怎么办 ？OK， 减少，字太多，减少20%。不用 ，OK， 来字太多减少20%。好，所以你看，好，当我们到这边的时候，你就已经 OK。它就接下来你就可以预料它就已经变少了，对不对？好，所以各位来给 ChatGPT 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OK， 你可以有一个很快的、很方便的一个产出，好，但到这边，我提醒一下大家，请务必自己写。你全部看它跑完之后，请用你自己的文笔去写它 ，OK， 不要那个，不要怎么讲？不要照抄，不要复制贴上，复制贴上一定死。我跟大家这样讲坦白，复制贴上绝对死。好，我不多解释，但是请自己写。但是你
好，我们稍微等待一下坤平老师，可能那边的网络有点状况，我们就再稍等他一下下。那在这个时间点呢，刚好呢，我们有一些这个老师回来了，老师。抱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那么lag。好，没关系，我就抱歉，我就继续讲。好，来这个所以呢，我们刚刚基本上你就做到哪里？我们刚刚就做到了step 3，对不对？好，来，我们把总分总贴上去 ，step 3之1。哦，3之1，你放上去之后，你基本上你就可以去你可以去看他怎么样去激发这个兴趣。好，来激发兴趣这件事情，在你的 NLPQ 也非常重要哈。你看哦，你有过明明可以请假却不敢请的经验吗 ？OK， 我有。好，点，我们看到这边就好。所以呢，你看到这边，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好 ，AI 帮助我们加上一些小技巧，你就可以有一个反思，这是没问题的。好，但通常呢，社会组比较容易这样做。好，自然组呢，你需要特别有一个数据讨论。好，数据讨论这个在哪里？好，数据讨论在，我先开一个新的数据讨论。我刚刚都没有分享。好，当然那个3之1大家自己跑一跑。好，来4跟4之1大家都看得懂，自己跑一下。好，来，但是呢，来我要给大家看4之2。4之2是什么呢？4之2是帮助我们去深入的去探索深入的去探讨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学历程档案的这些图表。OK， 做这些图表。好，来，这个我先把它打好了。好，来，我来那个来分享这个。好，这是 ChatGPT 对不对？好，来，我找到了这一个图表。OK， 还有看到吗？好，这边有一个图表。好，来，这个图表呢是他做一个音差实验，他找了3男3女来听，就是不同赫兹的声音，不是音差，就是他播一个音高这样，然后可以传到多远这样。好，来，所以呢，我就把它贴上去。好，来看一下，这里面是什么？这是我的自然探究实作课的实验数据，你所有的数据表你都可以这样，你都可以用这个 prompt 来跑。实验要测试什么呢？好，请解释它不同的赫兹对人耳听力距离的影响。OK， 然后呢，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对不对？三男3女受测者 ，OK， 男一在18公尺听见120赫兹，然后等等。好，有人可以帮我 po 一下档案连结吗？好，谢谢。好，我直接继续讲下去。好，我解释完之后呢，来，请从3个点，例如说第一个，这组数据体现出了什么 ？OK， 有没有学说或理论？来，实验设计哪里有问题？第3个，原理跟知识怎么应用？好，来，下面如果实验内容不清楚，先提问，直到我的答案足够，再开始正式回答。好，来，所以我送出去看看。各位，只要是你的那个叫什么？你的实验数据表截图，然后下面有充分的说明，这样就可以。好，来，请帮我厘清以下3点。好，来，一样复制贴上。来，我用什么呢？我用什么？假设我用手机，我用手机喇叭播放。OK， 大家用的都是同一台。你如何听见 ？OK， 就是判断听见与否呢 ？OK， 好，听见，一听见就举手。OK， 然后呢，环境是固定的吗？好，我们是在上课时的操场。好没有 ？OK， 我们是在空的活动中心里面，不太有别的声音。好，有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大概嘛，对不对？好，来，所以你看他就开始分析。好，各位，他的分析就是你可以用的分析，哦。好，来，第一个 OK， 观察到这个距离高频最远。好，来，然后呢，他这边有一个就什么 Fletcher Manson， 我完全没有听过，不知道是什么，大家可以查一下。OK，
人耳对中高频比较敏感 ，OK， 低频跟这个比较不敏感，好，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思维，对不对？然后那个我的声音会衰减，然后呢，指向性扩散强不强？指向性强不强？哦，手机本身怎么样？好来，所以你看实验设计这一些是我们可以讨论的内容，我可以针对这个数据讨论，我去解释它。你需要去解释你的数据。第二个，你的实验设计，有没有可能更可靠？第一个，我其实不确定手机放出来音量到底一不一样嘛，就算我都按同一格，我也不能保证是一样啊，对不对？然后呢，主观判定 ，OK， 那有没有一些标准可以判断呢？有没有一些这个改善播放的设备啦，等等不同时测等等，或者是那个这个声波可能反射，所以各位。如果我们教一个数据，无论是或探究与实作，无论是自然组或社会组，它最重要的是什么？除了那个理论或是领域本身，还有什么？还有它的实验设计方法嘛。所以你或者你做一个焊接的实验，那能不能焊接的更好？业界都怎么用，对不对？好，所以这些东西，好，来再来，前面知识讨论完，实验设计讨论完 ，OK， 那我有没有进一步应用的讨论？这个我是叫什么呢？叫做可能我可以用在助听器，对不对 ？OK， 然后呢，或者公共广播的系统，会强调这个吗？好，会这个或者是隔音建材吗？对不对？好，都有可能，对不对？好，所以呢，假设好，这也是一个小技巧。好，假设我今天要申请的科系，好来，有没有人你要提供一下你自己可能会申请什么科系？来，你的第一名的科系，好来，请直接打字。好，请直接打字。你可能会申请什么科系？医学系医学系生医工程好，我想申请医学与生医工程学系 ，OK， 请分别建议我深入探讨的方向，请就上述成果 ，OK， 好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知道我们到底，我这份学档我要怎么连到我的系嘛，对不对？好，所以呢，例如说医学系，我可以探讨什么呢 ？OK，你看这出现一些专业的东西基底膜啦，什么共振什么之类的，我完全看不懂。然后呢，你延伸学习 ，OK， 例如说这个听觉反应 ，OK， 然后呢有没有一些疾病？那如果生医工程呢 ？OK， 好，助听器等等等等 ，OK。如何刺激神经人因工程等等。好，各位，当你这样子去做的话，好来，好，我把这个补上去。来 ，Step 2，来4至3。好，各位，当你这样子去做的话，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其实你的学档跟现在的科系 ，OK， 高度有相关。OK， 高度有相关。好，所以好来，我这边我这一个就是示范到这边哦。好来，如果你可以懂的来帮我打一个8，可以懂帮我打一个8，有问题的直接打问题。OK， 好，来，所以去跑一跑好不好？你的那个什么你基本上以一般 AI 的概念，你大概可以去输入3到4个系没有问题，太多个系它显示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在。好，所以呢，好就这样哦，你要去跑看哦。好来我们再往下，你看它还有什么成果展现方式哦，可以实做啦，可以怎么样之类的。好，去跑看。好来，你回来。好，来百字简述我不跑，百字简述你自己跑一跑。好，来5之一非常重要。好，5之一，我要请大家帮我做一件事情。好，你贴上去之后，5之一是什么呢？来，5之一是对答，
因为各位你的科系，如果你这份学档做得很好，那你非常可能就会在那个怎么讲，就是面试的时候，你会跟你互动，哎，我觉得你这很有兴趣，你可以跟我讲一讲。所以，可是很多同学，我遇到很多同学都是怎么样，就是他写得很棒，可是口语表达比较弱势，我觉得高度可行。好，所以呢，我们就来跟他回答一下，好了。他就请他问一题，回答之后，然后呢接着外题。好，来第一个，请你用人耳听觉生理的角度解释一下，为什么人耳会对这个1000赫兹比120赫兹更敏感？你觉得这个有什么意义？好，来问题出来，对不对？好，来我请大家帮我做一件事情，来手机，你的手机上面是不是有 ChatGPT？ 你是用电脑打字嘛？这个东西你不用今天晚上练习，因为如果你今天晚上赶着交，你不用急着练。可是如果你把它勾上去，请在面试前练习。但我不一定会有时间跟大家讲，所以我先讲。来，你按回到那个这个对话里面，然后呢，它下面这边有对话框旁边有一个白色的键，你给它按下去，请用口语去回，好，我随便示范。我觉得就是人会因为比较容易听到1000赫兹的声音，因为人要对于一些比较尖的声音可能就比较有危险性，他们可能会需要比较 aware， 然后可以保护自身的安全。好，我就把它送出去。好，电脑上没有对不对？好，电脑上没有没关系。好，因为它还在跑。好，来给大家看看。好，差不多了。好，来我给大家看看成果。好，你看，这就是我刚刚的回答。然后呢，下面他说，哎，这个还有一些知识可以进一步补强。好，来，各位，你这些东西，你把它记起来 ，OK， 把它记起来就好。好，所以呢，各位，你这个可以一直跑下去哦，你不同份都可以跑。你基本上会对于你的学习力，你的每一份勾上去的学档，以及它牵涉的领域跟这个科系相关的，你会有高度的认知。OK， 你会有高度的认知，甚至可能你基本上你这个你应该可以预期，你这个练个同一份学历程答，你跟他对答个10次，你对于这个你即便跟你同学做的是同一个实验，你对这个实验的理解已经会比他多很多了。OK， 像我刚刚我就已经基底膜这3个字，不好意思，我人生第一次听到基底膜这3个字。好，所以来这样的练习方式，你有 catch 到的打个9。有可以需要打个9，有问题直接打问题。OK， 好 ，good，好，给大家一些爱心。好，这样练习很重要哈。所以呢，你去做那个叫什么？你去做任何面试之前，我顺便讲，就是我个人认为你在我看过很多同学在模拟面试的时候，因为学校都会帮你做嘛。好，可模拟面试的时候其实蛮可惜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他遇到教授很紧张，但是他人生第一次遇到教授，所以他就点他教授问他一个问题，他就答不出来这样。好，可是呢，你如果前面可以先跟 AI 练一次的话，那我自己去尝试过，就是说，我觉得 AI 在面试上的一个表现，他扮演面试者的表现其实非常好，就是他问的问题都蛮整全的。OK， 有时候也蛮有创意的。好，所以呢，这个你试试看，你就可以在模拟面试之前，你先跟 AI 模拟，所以你在当下你可以比较，因为教授会真的给你一个从教授来的 feedback， 毕竟不是 AI 帮你打分数嘛，所以你练习完之后，你可以预备好再上。好，所以呢，那在这个好，5之1就这样哦。好，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通常如果你开始做 NOPQ 的话，通常你每个系要写不一样的东西嘛，对不对？好，所以呢，就是你可以去把它改写成，例如说不一样的哈，例如说刚刚声音嘛，你就把它转写成心理啦、政治啦什么 ，OK。然后呢，一样哈，针对大学教授给你一些建议哈，这些大家就自己跑。然后最后呢，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真的完全不知道就是关联到底是什么，你就跑 Step 7。OK， 你就跑 Step 7。好，来，我这边
我这一段先讲到这边，来，学习历程档案先讲到这边。好，来，给大家30秒，你用一句话，就是回馈一下刚刚的你最核心的收获是什么？打一下你刚刚最核心的收获，最重要的一点收获，一句话就好，一句话2句话就可以。可以容忍我吃个喉糖吗？好，我需要喉糖。有意义的学历成档，对的 ，OK， 好，修正学历档案准备面试，好，非常好 ，OK， 好，大家继续打，有输入有输出，那个就是效果比较好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大家边打没有关系，好，来，那我就往下走到 NOPQ， 来 NOPQ 这边很重要，好，来这个Step 1。1跟1之一，你就是先不要管它，好，先不要管它，好，先不要管它，为什么？因为它需要进阶功能，好，就是你要付费，好，那个不用管它没关系，不影响。好，来 Step 2， 从 Step 2开始，非常高度好用的东西是来这个 Notebook LM。